赵露思的笑唇绝了，哭得喘不过气来，但还是笑起来的模样。赵露思因为在《传奇陈芊芊》中的角色圈粉了不少粉丝，每个人都非常喜欢她的演技。虽然她不是科班出身，但她的演技丝毫不逊色于实力派演员，对任何事情的反应都非常真实，是赵露思比较厉害的地方，可见她适合在影视圈发展。而且这部剧中有很多感情戏，非常考验赵露思的演技。其中一个哭戏引起了小编的注意，被发现赵露思与男伴有感情交流。因为喜欢的人生病了，赵露思心里很是心疼，甚至哭得喘不过气来。但你会发现，她在镜头前的表情看起来很带笑意，大概是因为她的笑唇吧。毕竟之前就发现，赵露思笑起来的时候特别有感染力，给大家一种很亲切的感觉。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，赵露思才受到大家的喜欢。毕竟赵露思在进入娱乐圈之前只是一个网红，却也因此圈粉了不少。当然，赵露思的五官已经很精致了，因为她给大家的印象太深，让人难以接受她的哭戏，总是让人出戏。只能说赵露思的笑唇真的很厉害，怎么看都像是在笑。虽然可以提高网友对她的好感度，但是在影视剧中这样的表现就不合适了，因此网友们对她的评价也是不一。在小编看来，赵露思真的应该改变一下自己的演技风格了。当然，她才刚刚开始做演员，遇到很多困难和经历也很正常。想要成为实力派演员，就需要不断提升自己的演技，才能让导演和粉丝满意。不过能有这样的表现已经很不错了，毕竟她没有系统的学习过，不能对她有太严格的要求。只是以后演哭戏的时候，更需要注意表情管理。其实赵露思是一个很努力的演员，你不能只关注她微笑的嘴唇，而是要从一个全面的角度去观察她。当然，赵露思的笑唇并非只有瑕疵，生活中还是可以展现出自己的魅力的。那么看看她的表情，你是什么感觉呢？杨洋，你即将成为三无青年，抓紧时间逃离。青春环游记3，杨再一次登上了青春环游记3的热搜。在娱乐时代，明星的热搜次数代表了明星的知名度，以此衡量，杨洋无疑是青春环游记3常驻嘉宾中人气最高的。按照时间倒序，杨洋这3次在青春环游记3上的热搜话题分别是：杨洋把后羿射日描述为太阳的后羿，杨洋说，如果我能早点参加综艺就好了。杨洋一年只拍一部电影，如果单纯从字面理解，囧叔的解读就是杨洋的无知、无义、无为。但事实完全不同。在最新一期的《青春环游记3》中，嘉宾们玩了一款现实游戏，要讲述一段来自远古传说的故事。这纯属正常，可当这句话上了热搜，就变成了杨洋说后羿射日是太阳的后羿。这一次的意思完全不同。杨洋招来不少非议和谩骂，嘲讽他不懂事，甚至迷汉，这真是离谱。2. 杨洋原话是早点认识你就好了，杨洋话中的第二个误读更是离谱。某期节目嘉宾一起分享话题时，杨洋原话是早点认识你就好了，因为参加这个综艺感觉气氛很温馨很开心，而他自己也成长了很多。这句话没有错，让人觉得杨洋是一个有情怀、感恩的人。但是一走红就变成了杨洋说要是能早点参加综艺就好了。如果杨洋真的说我要是早点上综艺就好了，那岂不是在胡说八道？也就是说，蓝莓频道在之前参加的综艺节目中有意将杨洋的不快反映出来，这不是明显得罪芒果台吗？更得罪了称自己为兄弟姐妹的弟弟们，杨洋岂不是成了一个狠人忘恩负义的人？3. 杨洋原话是我基本上一年只演一部电影，在那一集中，嘉宾们被要求分享他们一生中最想扔掉的东西。杨洋说，他首先要扔掉的是休闲，其次要扔掉的是快乐。杨迪问他一年365天最忙的时候，是不是从来没有停下来过？杨洋回答说，基本上一年只有一部戏，然后放飞自我。
当这句话上了热搜，就变成了杨洋1年只拍1部电影，意思就变了。大意是这样的，找杨洋拍电影的人仔细听，杨洋1年只拍1部电影，他对剧本很挑剔，如果不是好的剧本或好的制作，杨洋不会考虑。从更深层次上讲，杨洋有玩大牌的嫌疑，而且杨洋表示自己想抛开闲和快乐，只为让自己忙碌起来，全身心投入到事业中。但是上了热搜，显然违背了他的初衷。《青春环游记3》请来了杨洋做常驻，显然是因为人气高，所以每一期节目杨洋都会上热搜。而杨洋这个好小伙却变成了3部的青春，真是让人恶心。事实上，《青春环游记3》的收视率没有达到预期，口碑跌幅更大，从第2季的7.4分跌至第3季的4.7分。所以，杨洋，你赶紧逃吧，并不是所有的综艺节目都适合你。杨洋古装太不中意，造型越帅口碑越差，男神脸都白给了。作为娱乐圈里家喻户晓的男神，杨洋绝对是无数人心目中的白月光。杨洋长相帅气，气质清爽干净，颇有男子气概。男主的脸，出道以来，他也出演过不少影视作品，塑造了很多出类拔萃的角色。但每当提起他的古装剧，总让人觉得有些不适应。《三生三世》电影版预告发布后，全网都因为杨洋的高颜值而沸腾了。镜头中的他，硬朗中不失美丽，一袭长袍仙气十足，完全符合大家对夜华的想象。而这部电影的女主依旧是刘亦菲，两人站在一起又帅又漂亮，十分养眼。杨洋主演的《舞动乾坤》也是如此，还没开播就吊足了大家的胃口。这部剧的阵容非常强大，除了主角杨洋，还有张天爱、吴尊、王丽坤等知名演员参演该剧，而且导演也是圈内知名人士，没想到还是没能逃脱扑街的命运。剧版《舞动乾坤》凭借实力冲击市场，但动漫版《舞动乾坤》却大受好评。这种发展是不是似曾相识？看来比起颜值，大家更在乎的是演技和实力。希望杨洋能遇到一部真正适合自己的古装作品。杨洋穿西装真的帅气又迷人，帅气中带着霸气，这真是太神奇了。感觉在这么多男明星中，杨洋真的是西装帅气。感觉这套衣服是专门为杨洋设计的。杨洋是天生的模特，不管他穿什么，他看起来都很帅。身着正装的杨洋在家乡可以说是帅到不行了。现在他穿的西装是参加大型活动必备的，即使是普通的会议也必须穿着正装，也就是西装。有些场馆还必须穿着正装，否则将不能入场。杨洋可谓是将西装的效果体现得淋漓尽致。杨洋身穿一身白色西装，虽然很简单，但是会让人觉得这就是很多女生心中的白马王子。白色的西装能让人的皮肤更加的白嫩，整个人会感觉非常的清爽，让人有一种格格不入的感觉。当然，如果穿上白色西装去求婚，成功率会提高，每个女孩心中都会有一个白马王子，就看你敢不敢驾驭了。如果你有气质，那你一定不要浪费自己的气质，也不要在意别人的眼光。看杨洋的身材，不愧是完美的女神收割机。杨洋，国产偶像剧男1号，电视剧《你是我的荣耀》自开播以来频频登上热搜。这部电视剧由娱乐圈顶流小生和小花旦联袂主演，女主是迪丽热巴，男主是杨洋。开播4个小时，播放量破亿，一度登上电视剧人气榜首。也可以这样解释，以往国产偶像剧中，男主类型要么光环外挂让人羡慕，什么都可以，女孩。但是这部电视剧《你是我的荣耀》打破了以往国产偶像剧的男主设定。也可以理解，在电视剧中，杨洋饰演的于途也很优秀，清华大学优秀毕业生，就职于航天研究院。他看起来也很高，但实际上他在清华大学的很多同学几乎都从事着更赚钱的金融行业，动辄年薪100万。尤其是毕业多年的学长们，几乎掌控着国内顶级的基金，过着非常奢侈的生活。
至于从事航天研究的于途，虽然生活不是很拘束，但总是囊中羞涩。他的父母也很清楚他的难处，因为他在上海工作，有时来上海看病，他们连儿子都不敢说，因为他们知道儿子没钱。父母只是住在很简陋的旅馆里，1日3餐都没有办法保障，他们只能吃几块钱的小饼干。虽然名校毕业，但他所在的行业并不怎么赚钱，他没有办法改变自己现在的处境，也改变不了父母的生活。也是因为这个原因，他的前女友离开了他。另外，杨洋饰演的于途打破国产偶像剧男主的第2个特点是，杨洋饰演的于途男主更加立体。相反，在以往的国产偶像剧中，男主的设定都比较平淡，杨洋饰演的于途确实很不错。王者荣耀打久了可以成为上位段的强者，甚至可以和多个队友一起起飞。在他的工作中，飞船出了什么问题，他总是第一时间发现，这也是他年纪轻轻就能成为飞船总设计师的原因。我们真的很佩服他的业务能力，说不定他在各个领域都能独占鳌头。可即便是这样一个各方面都出类拔萃的人，在生活奢侈的同学面前，还是显得很自卑。在女朋友面前，他也自卑，因为他心里觉得自己配不上乔晶晶。一个为梦想而努力的当代优秀青年，他要坚持自己的梦想。但一方面，我不得不面对现实，因为现实牵涉到的东西太多了，关系到我能不能给女朋友过上好日子，关系到我和父母能不能幸福。他不觉得乔晶晶是个笨女孩，但是他心里觉得乔晶晶是个跟他吃不惯的女孩子，所以他选择了夏晴。可一开始，他以为夏晴会帮他和他一起吃苦，结果反倒成了他的反对者。10年后，乔晶晶与于途再次相遇，当时于途因为工作收入不高，被很多人看不起，可唯独乔晶晶那个单纯的人，还是一如既往的把他当成那个优秀的学长。那一刻，于途爱上了这个单纯的女孩。于途这个形象刷新了国产偶像剧中男主的设定，也让男主的形象更加立体。相信未来的国产偶像剧会走得更好。